得知夫君外放渭水为官，一去便是7年，我千里迢迢前来寻他。炊饼，刚出炉的炊饼，姑娘来一个。老伯，请问渭水县衙怎么走？姑娘瞧着不像本地人，去县衙做什么？吴夫君在那里当差，我来寻他。顺着这条街直走，过了石桥便是。多谢老伯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的夫君早已在这里另成了一个家。大娘，我找裴彦州，能否劳烦您替我通传？你找我女婿做什么？女婿？苏嫂子，你紧张什么？裴大人可是10里8乡公认的好夫婿，谁敢打他的主意？就是，这姑娘说不准是从京城来办差的。你们说的裴彦州是此人吗？没错，他就是苏家的女婿，咱们渭水县的县令大人。苏嫂子，那不是婉柔吗？婉柔，快过来，有个姑娘找你夫君，就是这位姑娘。你找我夫君有何事？裴彦州，是你夫君？正是，姑娘我是他故乡的远房亲戚，家中长辈托我给他捎些东西。原来是亲戚，你今日来的不巧，我爹身子不适，彦州陪他去城中医馆了。既是自家人，便去我家等吧。你家？娘，乡绅今日送到县衙的肉呢，彦州让我来取，在这里。走吧，莫要见外。还不知如何称呼？林婉堂。裴彦州可曾提起过我？没有。你今年多大？我该唤你姐姐还是妹妹？35，已经比我年长10岁，当真瞧不出来。果然是江南水土养人，瞧着年轻又有何用？婉柔，婉柔，可算追上了，省得我再跑一趟。张大娘，怎么了？你夫君惦记你，陪你爹看病，也没忘你爱吃医馆旁的糖炒栗子，特意让我捎回来，还热着呢。我让他好好照顾爹，他咋还一心二用呢？裴大人满心满眼都是你，你爱吃的、爱用的、忌口的，他样样记得。这祖坟的青烟咋都往你家坟头上冒？能嫁得这样的夫君，你就偷着乐吧。裴彦州，你明知我碰不得杏仁，为何还让人在羹里添杏仁露？成婚10年，定亲之时我便告诉过你。你也知道，我向来粗心，怎可能事事都记得？裴家的年夜饭，年年由他张罗，可他总忘记我碰不得杏仁。整整3年除夕，我都在医馆度过。原来他不是粗心，只是不曾对我细心。他记得苏婉柔爱吃栗子，我3次险些丧命，却换不来他1次上心。你夫君待你真好，裴大人对婉柔何止是好，婉柔让他往东，他绝不往西，又体贴又孝顺。张大娘，你就别打趣我了。谁不知道咱们县令大人最顾家，不仅疼你，家中大小事务也打理得妥妥帖帖。匣中银子的去向是不是你动的？我弟弟成亲，聘礼不够，我先借给他了。那是我们的钱，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就拿走？商量什么？裴家的事儿，我做主便是。这一刻，我才知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。那个在家中对我颐指作使的夫君，在外面却成了别人的体贴良人。这是你家，当真气派。是彦州出钱修建的，这些银子都是裴彦州出的。是啊，花光了他7年的俸禄，宅契上写的是我的名字。他说只想与我安稳度日，这辈子只做苏家的女婿。林姐姐，与裴彦州成婚10余年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和他有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。你母亲进净房又不敲门，他是长辈，你就不能让着些？城南也有宅院出售，我们买一座吧，不像有自己的家。我弟弟还未还钱，哪里来的银子？银子可以借，我表姐愿借500两，舅父也能借200两。够了！与我爹娘住在一起不是很好吗？他们年纪大了，也需要我们照应。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没打算置办宅院？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。赵云父，你教育过吗？你娘腰伤复发，是我整夜端药擦身，是我守在病榻前照顾。我嫁给你就是替你伺候爹娘的吗？我没有母亲吗？我没有自己的事情吗？凭什么我就该伺候你们一家？等我外放渭水，俸禄还能多些。日后我每月都把银子寄给你，
7年之内，我一定让你住进自己的宅院。好，我最后信你一次。后来裴彦州去了渭水，我留在家中替他照顾双亲。渭水开销共大，用钱之处颇多。待过些时日，我定将凤银寄回去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他不是没有银子，只是把银子都用在了别处。林姐姐，林姐姐，你可是身子不适？没事，许是一路舟车劳顿，有些乏了。快进屋歇一会儿。好。娘亲，安儿乖，你还有孩子？林姐姐也不是外人，我便不瞒你了。我与燕州成亲后多年无子，后来寻得神医，服下坐胎药，才有了安儿。你是说，安儿是裴彦州的亲生骨肉？姐姐这是什么话？不是燕州的，还能是谁的？可裴彦州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，这个孩子绝不可能是他的。娘亲，你看，这是祖父送我的木剑。祖父是燕州的父亲送的，公公婆婆每年都会来看安儿。裴彦州的父母知道你们的事？这还用说，我与燕州是夫妻，他爹娘怎么可能不知道我？只可惜都是他们来渭水，我还没去过南城。我这腰伤一犯，便下不了床，辛苦你了。白刃操持家务，夜里还要伺候我。娘，儿媳照顾您是应该的。你这样的好儿媳，打着灯笼也难找。燕州若敢辜负你，我便与他断绝母子关系。原来他们一家全都知道，只有我被蒙在鼓里。这7年，我替裴彦州尽孝，做尽儿媳的本分，换来的却是彻头彻尾的欺骗。林姐姐，你先坐，我去灶房挤菜。好。我与裴彦州成婚多年，只有一幅最便宜的墨线婚相，因为彩壁画像的价钱是墨像的1倍。娘子，我回来了。娘子，岳父已无大碍，只需留在医馆观察一些。娘子，回来了，我爹怎么样？岳父这2日总说落枕，我给他买了一只暖玉枕。这得多少银子？不多，才100两。我想冲出去质问他，可喉咙像被利剑刺穿，疼得开不了口。苏姑娘，屋里太闷，我想出去走走。家中来客人了。是你故乡的远房亲戚，名叫林。你还要回县衙吗？还有公务要办，晚些回来。那你回来时顺便带一壶醋。好。我母亲下葬，你为何不回来？裴彦州，那是我母亲。回去一趟至少耽误2日，县衙公务繁忙，我实在无法脱身。裴彦州，我替你侍奉双亲，轮到你时，为何连他最后一程都不肯送？我是在当差，你整日催我攒钱置宅，我不当差哪来的银子？我以为他只是对我的爹娘没有感情，原来他爱一个人时也可以爱屋及乌，将他的爹娘视作至亲。把他送去县衙，亲手交给裴彦州。裴彦州，你猜我如今身在何处？你来渭水了，为何不提前告知我？你在哪里？我立即去见你。你当真想见我？自然想见。这7年，我们每年只能见上1面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那你现在便来找我？现在不行。为何又不行？县衙上有公务。晚唐，不如这样，待到入夜，我再去见你。好，裴彦州，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你。安儿是裴彦州的亲生骨肉。姐姐，这是什么话？不是燕州的，还能是谁的？你还记得7年前我们去医馆问诊，大夫说我们无法有孩子吗？自然记得。你虽宫寒难孕，可我从未怪过你。这些年我不在父母身边，多亏你替我尽孝。晚唐，不能为我生儿育女，我也不会怨你。裴彦州，不能有子嗣的人，其实是你。看来你也被苏婉柔蒙在鼓里。晚唐，我很期待今晚与你相见。我也很期待。我倒想看看，待你在苏家见到我时，会露出怎样的表情。林姐姐，你还在吗？林姐姐，快帮我瞧瞧，好看吗？怎么突然换了衣裳？今日是我与燕州的成婚纪念日。这只金簪真漂亮。这个呀，是燕州送我的。他待你如此大方。姐姐随我来。这些都是裴彦州送你的。他待我极好，每年婚辰之日，他都会送我一件首饰。这是去年送的玉镯，
这是前年送的耳坠，还有这只步摇是大前年送的。对不起，晚唐，聘礼都拿去给我弟弟成亲。等以后我挣了银子，每年婚辰之日，我都送你一件首饰。夫君，今天婚辰之日，送你的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这块玉佩，我今日已经买了一块差不多的，你明日拿去铺子里换个样式吧。好，夫君。怎么了？我的呢？这几日公务繁忙，我忘了，下次一定不给你。他不是公务繁忙，也不是忘了，他只是把对我的承诺全都给了另一个女人。能嫁给燕州，是我此生最大的福气。林姐姐，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裴家亲戚，我想知道燕州这么好的男子，在故乡可有女子爱慕他？我不清楚，你得亲自问他。算了，他从前如何并不重要，如今待我好便够了。对了，姐姐说替燕州烧了东西，究竟是什么？年节时，裴燕州在南城医馆问过诊，我是来送诊案的。原来只是一张诊案，姐姐何必为此千里迢迢跑一趟？裴公子的诊案在此。多谢大夫。等等，裴夫人，上月医馆来了一位专治不孕之症的名医，我昨日将裴公子的诊案给他看过，他让你得空带裴公子前来复诊。那太好了。不过怎么了？燕传一直以为无法有子嗣的人是我，若把真相告诉他，不知他能否接受。这有何不能接受？名医既已来了，对症医治便是。我原是来告诉裴彦州不能生育的真相，没想到无法有子嗣的他，竟背着我成家，还有了孩子。诊案呢？交给我吧，等燕州回来，我替你给他。我想亲手交给他，可以吗？这有何不可？我回来了。啊，二乖，夫君，辛苦你照顾我爹了。孝敬岳父本就是我应该做的。打开看看，玉镯、耳坠都有了。今年的婚辰礼物不会是手镯吧？猜对了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夫君，你待我真好。你是我娘子，我不对你好，还能对谁好？你为何不与我商量？裴家的事，我做主便是。你娘腰伤复发，是我整夜端药擦拭，是我守在病榻前照顾。家中来客人了？对，是你的亲戚，特意来给你送诊案的林姐姐。你叫她什么？林姐姐啊，怎么了？她不是你亲戚吗？裴彦州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……我不是应该乖乖在城中客栈，等你入夜来见我，对吗？夫君，林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她不是你的远房亲戚吗？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婉柔，你先带安儿回房，我稍后再一五一十向你解释，好不好？回房做什么？怎么，你不敢告诉她我是谁？李婉棠，婉柔什么都不知，你有怨气便冲我来。裴彦州，我才是与你拜过天地，在官府立过婚书的正妻。正妻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究竟是谁？你给我说清楚！安儿还在这里，想让孩子看笑话吗？我先带安儿回房。既然你全都知道了，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我的确在渭水另成了一个家，也不可能与婉柔分开。说吧，你想怎么办？成婚12年，我为这个家操劳了1年又1年，可裴彦州被我当场揭穿后，竟没有半分愧疚，还敢说出如此绝情的话。怎么，还没想好？林婉棠，你竟敢打我！林婉棠，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我就是疯了，才会相信你这个薄情寡义的骗子。我们成婚10余年，你外放渭水7年，我便独自撑了那个家7年。这7年你1文钱都未曾寄回去。我体谅你为官不易，白日操持家事赚钱糊口，夜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伺候你爹娘。7年，整整7年，整整7年，我一日都未曾懈怠。我原以为只要熬到你回去，我们的日子便能见亮。可你呢？
辛苦撑了一个家7年，你却在这里成了十里八乡人人称赞的好夫婿。可笑吗？我这个有婚书的正妻千里寻来，反倒成了一个碍眼的外人。够了！怎么，对我说中心事，恼羞成怒了？你知道我为何宁愿留在渭水，也不肯回那个家吗？就是因为你凡事都要掰扯清楚，一分一毫都要算计，整日只知道银仔宅院，简直令人厌恶。我会走到今日，全都是你逼的。我逼你？从我们成婚起，你便一直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我好心替你张罗年夜饭，你却怨我害你进医馆。你既嫁给我，侍奉公婆本就是分内之事，可你呢，翻来覆去就是这些旧账，反反复复的说。家中明明有无可住，你还非要另买宅院，我早就受够了。这才是你一直以来的真心话。原来这些年你所有的付出和期盼，在他眼里竟都成了贪图银钱、斤斤计较。你看看你如今这副模样，哪个男子会喜欢一个处处计较的人？婉柔温柔体贴，虽是乡野出身，却从不会像你一样逼我做这做那，更不会事事反驳我。和他在一起，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幸福。所以你便可以心安理得的欺骗我，在这里另娶妻室。当然不只是因为这些，你和婉柔最大的区别，不能生育。我不能生育？你无法为我生儿育女，延续香火，这就是你最大的错。你笑什么？我不能生育。裴彦州，你知不知道，真正不能生育的人其实是……其实是谁？你拿那张纸究竟想证明什么？不行，眼下这种情形，即便拿出诊案，他也绝不会相信。既然你早就认定我不能生育，为何不早些与我和离？为何还要欺骗我，白白耽误我整整7年？事情既已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若想和离，那便和离。裴彦州，我从前怎么没发现你的脸皮竟比城墙还厚？你骗了我7年，难道以为一句轻飘飘的和离，此事便算了？你想要什么补偿？只要不是太过分，我都可以给你。补偿？裴彦州，你搓磨了我10余年的青春，岂是区区补偿便能弥补的？我要你当众公开，让魏深县的所有百姓都看清你这个县令大人的真面目。林婉堂，你不要太过分！我过分？你明明已有正妻，却在外隐瞒身份，另娶妻室，还让苏婉柔替你养儿育女。我不过是让百姓认清你，这便叫过分。那你这些年又是如何待我的？你，婉柔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们方才说的话，我在房里全都听见了。婉柔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婉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林姐姐，是燕州对不起你，我替她向你磕头赔罪，求求你让燕州留在这里吧。我不过是一个乡野之女，好不容易才有了夫君，还有一个孩子要养。若此事传出去，我们一家3口都要被满城百姓唾弹脊梁。他骗了你，你竟就这样原谅他了？女子这一生，所求不过是夫君和孩子，只要他愿意留在我身边，旁的事我都可以忍。够了，林婉堂！你若再敢欺负婉柔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在渭水举目无亲，裴彦州又是本地县令，继续闹下去只会对我不利。与其在此纠缠，不如带上证据回南城官府告他停妻再娶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便公堂上见。没想到我用了10余年，都未曾看清一个男人的真面目。裴彦州，若你知道真正不能生育的人是你，你一直养着别人的儿子，你又会是什么滋味？渭水寻找裴彦州之时，我原本瞒着公婆，想给他们一个惊喜，谁能料到他们一家人竟合起伙来，给了我如此大的惊喜。既然如此，这个家我也没有必要继续待下去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这些日子你究竟去了哪里？整整3日不见人影，连封书信都没有。你若再不回来，我都要去官府报案寻人了。若非已经看清你们一家的真面目，只怕我到如今还被蒙在鼓里。你还带着包袱？这几日到底去了哪里？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的腰又闪着了！婉桑，快来替娘按一按，再把膏药拿来。奇怪，他今日这是怎么了？婉堂，你收拾衣裳做什么？你这是要去哪里？你怎么不说话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？你倒是说话呀！把
难不成天塌了？有何委屈？你告诉娘！你的好儿子在渭水另娶妻室，与旁的女人成家生子，如今我要与他和离。你说什么？婉堂，你是在与娘开玩笑吧？燕州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不可能，你儿子另娶妻室的事儿，你只怕早就知道，又何必在我面前演戏？你冤枉娘了！娘若知道燕州做出如此对不起你的事，绝不会饶过他。别装了，你不仅知道他在外另娶，还知道他有一个儿子。你每年都去渭水看望那个孩子，还送过他一柄桃木短剑，不是吗？什么木剑？娘根本不知道此事，又怎么可能给那个孩子送东西？婉堂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你自己看。你不能走！让开！燕州做出如此不忠不义之事，你生气也是应该的，但娘必须把话说清楚。他在渭水做的这些事情，我统统不知情。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你是否知情，对我而言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们裴家全都是忘恩负义之人。林婉堂，你如何骂燕州都可以，却不能这样说我。几年前，你说想在城中另置宅院，我二话不说，便将自己攒了大半辈子的2000两养老银交给燕州，让他买一座宅院，宅契还要写在你的名下。我自认这个做公婆的，从未有半分对不起你。你说拿银子替我买了宅院，可这么多年，我连一个铜板的影子都没有见过。你等着，娘现在就把账册和银票取来给你看。你看，每一笔取出都记在账上，绝无半句虚假。竟然是真的！你当真给过裴彦州2000两，让他买下宅院，还将宅契写在我的名下？娘还能骗你不成？娘一心盼着你与彦州好好过日子，甚至连你不能生育这件事，娘也从未嫌弃过。娘是真心将你当做亲生女儿看待的。原来裴彦州早就有了置办宅院的银子，可他不仅没有替我买宅子，反而将全部俸禄和银钱都花在了苏婉柔身上。是谁告诉你，不能生育的人是我？是燕州亲口告诉我的。他说你们先前去医馆问诊，大夫断定是你无法生育。真正无法生育的是你的好儿子裴彦州。什么？若是如此，那燕州在渭水的那个孩子又是怎么回事？苏婉柔说，他们服下神医所开的坐胎药，才生下了安儿。裴彦州替别人养了7年孩子，如今还在沾沾自喜呢。至于你交给裴彦州置办宅院的2000两银子，我连一个铜板都未付见。可燕州明明告诉我，宅院早已买好了，你娘甚至还在钱庄为你们存了300两，说是留着修缮新宅、置办家具的。他骗了你，那2000两银子恐怕早就被他拿去给苏婉柔修建宅院了。你确定钱庄里存过300两？这里分明写着，银钱已经全部取走。什么？我的银子呢？我存在钱庄里的300两银子呢？这里有汲取记录，300两银子就在几日前被人全部取走了。不可能！这笔银子除了我与你公爹，旁人根本无法凭印鉴支取。我早就叮嘱过你公爹，这300两是给你们修缮新宅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动。等等，公公婆婆每年都会来渭水看望安儿，这是祖父送我的木剑。娘，我们2人都被骗了。我在渭水见过苏婉柔和安儿，苏婉柔说裴彦州的父母每年都会去看望他们，安儿还说那柄木剑是祖父送他的。这些年我与你朝夕相处，我去了哪里，你能不知道？倒是你公爹每年总有几日突然不见人影，问起来他便说去外地看望亲眷。等等，你方才说燕州的父母每年都会去看他们。秀娘，裴大哥，夫人，渭水送来的吉星。什么要紧事儿，非要在这个时候送来？爹，出大事了！昨日林婉堂来了渭水，已经知道我与婉柔的事了。我猜他今日已经回到南城，娘那边说不定也已经知道了。什么？你是如何处置的？还能如何？既然他全都知道了，那便合理。可我担心娘不会答应，她向来很满意林婉华这个儿媳。怕什么？你是他亲生儿子，难道他还能帮着一个外人不成？该合离便合离。爹说的对，我才是娘的亲生儿子。等我与林婉堂合离，便能重新迎娶婉柔，让她堂堂正正做裴家的儿媳。早就该合离了。林婉堂嫁进裴家10余年，连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还是婉柔有本事，给我添了一个亲孙子。
你们准备何时补办婚宴？早时我带你秀娘一同前去，也好替你撑场面。就定在下月了。待我先与林婉堂和离，再挑选良辰吉日。好，不过你要叮嘱婉柔，绝不能在你娘面前暴露我与你秀娘的事。还有，官府即将拓宽官道，咱家那座宅院正好在征收之列，听说能补偿15000两银子，可房契上写的是你娘的名字。你尽快回来一趟，想办法让她将宅院过到你的名下。爹，有这样的好事，你怎么不早些告诉我？我明日便回南城，正好与林婉堂和离。燕州做出这种不忠不义之事，娘支持你与他和离。可这件事处处透着蹊跷，你们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断了关系。我打算去官府告他停妻再娶。家中银钱都被他攥在手里，就算你将他告上公堂，也未必能追回那些银子。娘有办法，保管让他把亏欠你的银子一文不少的吐出来。娘，我这边让人送信，叫他明日回来。明日回家一趟，我有要事与你商议。正好，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娘。娘，我回来了。林婉堂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娘，你打我做什么？你还打？你还有脸问？娘，我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打我？外人？婉堂替你侍奉我们10余年，你竟还有脸说他是外人？你在渭水做的那些暗杂事，我全都知道了。娘，快放手，疼死了！娘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怎么，我这个做娘的，如今连你都打不得了？打的，自然打的。娘，我与婉柔给您添了一个亲孙子的事儿，您应该已经知道了。林婉堂，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想起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。娘，婉柔说了，若要补办婚宴，正式成为裴家儿媳，便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她希望咱们裴家的宅契上也能添上她的名字。咱家宅院如今不还在您的名下吗？您看，不如先过到我的名下，再由我。嘿，你这个逆子，竟还敢打我宅院的主意！娘，我是你唯一的儿子，这座宅院迟早都是我的。况且官府马上就要征收此处，你拿那么多补偿银做什么？最后不还是要留给我？好啊，我还没死，这个逆子便惦记上征收补偿了。你想要补偿银，可以，先把我当初交给你买宅院的2000两拿出来，一文不少的还给婉堂。什么？不肯给是吧？好，那官府发下来的补偿银，你也休想分到一文。娘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儿子？你怎能胳膊肘往外拐，把银子给一个外人？你做出不忠不义之事，对不起婉堂，这些银子本就是他应得的，你若不肯归还，别说补偿银，今日便给我离开裴家，永远不许回来。娘向来固执，若不交出这2000两，恐怕当真拿不到那15000两补偿银。娘，咱们可说好了，我将2000两还给林婉堂，待官府发下补偿银，你便全部交给我。银子我可以给你，但今日必须把和离书填了。正合我意。娘，这是婉珠和安儿。安儿，快叫祖母。可他与上次那个祖母长得不一样。哦，你还有另一个祖母？安儿在渭水认了一个干祖母，一直将那人当成祖母。安儿，这才是你的亲祖母。祖母，我的见面礼呢？什么见面礼？娘，这么多年你第一次见亲孙子，总该给个礼物吧？我看是你替别人养了7年的孩子，还养得如此没有规矩。1个月后不是你们主办婚议吗？见面礼到时再给。婉堂，我们走。好人。燕游，你娘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我娘就是这副脾气，
别放在心上，秀娘喜欢你便够了。等官府的补偿银发下来，我便让娘将银子和头中的宅契过到我名下，到时我爹也会与他和离。多谢大夫，我有一事相求，帮我秘密验明我儿和孙子的亲子关系。好的，夫人。7天后将验亲文书递送到贵府。娘，你看那边，那不是公爹吗？裴德成！方才是不是有人在叫你？哪里有人？许是听错了。你拦着我做什么？我非要撕破这对奸夫淫妇的脸！娘，你现在出去，他定然不会承认。况且燕州在渭水另娶之事，干爹说不定早就知情。走，我倒要看看这死老头子究竟打着什么算盘。不过是被竹片划了一道小口子，哪里值得特意来医？这可不能马虎，伤口虽小，万一染上恶疾怎么办？你可是我的心肝，若真出了什么事，我也不许你说，我也舍不得你出事。好你个死老头子！我腰伤复发，让他陪我来医馆，他推三阻四，这个野女人手指破了一点皮，他竟当成心肝宝贝。娘，再等等！裴德昌，你太过分了！我虽年纪大了，又死过一任丈夫，可也是个本分守礼的妇道人家。这些年跟着你没名没分，受了多少委屈，若叫旁人看见，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放？好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放心，等老东西拿到官府那笔补偿银，我便让他把银子和宅契全都过到燕州名下，到时我立刻与他和离，再光明正大娶你。这还差不多。我如今总算知道，钱庄里的300两银子去了哪里。娘，走，我们先回家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柳慎妹一生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怎么会生出裴彦州这种不忠不孝的儿子？原来是随了他爹一脉相承。我也没想到，公正到了这般年纪，竟与裴彦州做出了一样的事。娘，没事，你还有我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既然他们父子不仁不义，便休怪我心狠。万堂，这10余年来，我早已将你当成亲生女儿，那2个白眼狼我不要也罢，你可愿继续认我这个娘做我的女儿？娘，这11年，我们之间的情分早就胜过血缘，更何况你明知裴彦州做出背信弃妻之事，却依然站在我这边，替我讨还公道。在我心里，你一直都是我娘。好，往后我们母女2人相依为命。至于那2个不忠不孝的白眼狼，我会与他们好好清算，让他们为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娘，我们一起。果然不是裴彦州的血脉。裴彦州活该，不仅替别人养孩子，还白白养了7年。好好收着，他们不是要补办婚宴吗？咱们就在婚宴上送他们一份大礼。娘，我和婉柔来看您了。怎么了？这几日你去了哪里？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竟连个人影都找不到。我去城南徐夫人家打了几圈叶子牌，恰好遇上燕州他们，便一同回来了。哪个徐夫人？我怎么从未听你提过？爹不过这点爱好，娘何必管得如此？婉柔，我们进去。还真是厚颜无耻！我们都已经和离了，你为何还赖在我家？林姐姐，上次你从渭水走得匆忙，我还有些话未曾与你说，不如我们进房叙叙旧，让燕珠与爹娘商议正事，如何？好啊，我也想听听你还有什么话可说。说吧，你回来想做什么？娘，我与婉柔已经在官府立下婚书，自然要风风光光的补办一场婚宴。我们算过了，前后大概要花300两。娘，这笔银子便由您出吧。这笔银子让你爹出。我哪里有银子？家里的钱不全在你手里吗？爹哪有这么多银子？娘，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官府的补偿银马上就要发下来了，不过300两，
你都不肯给吗？我倒是想给，可我一共只存了300两，用来给晚唐修缮新宅的银子，却被你爹偷偷取走了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账册就在我手中，还妄想瞒我一辈子。既然钱是你取的，燕州补办婚宴的银子便由你来出。说吧，你想与我说什么？林姐姐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。其实我早就知道燕州在南城有妻室，那时我正发愁该如何赶走你，没想到你竟自己找来了。你早就知道裴燕州的底细，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我便知道你是谁，所以我故意将你带回苏府，当着你的面说燕州有多爱我，就是想让你知难而退。没想到你如此识趣，竟真与他和离了。说起来，我还要多谢你。所以，你以抢走一个有妇之夫为荣？那是因为我懂得如何拿捏男人，所以燕州才会爱我。否则，他怎么会宁愿与你和离，也要同我在一起？你的确懂得拿捏男人，否则裴彦州也不会被你耍得团团转。纵然你容貌出众，出身清白，最后还不是输给了我，因为你不懂视弱变通，天生便是个输家。你说的对，只是不知你这个赢家能不能赢到最后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与燕州此次回来，就是要通知爹娘，下个月我们会在渭水大办婚宴。燕州答应你要风风光光，八抬大轿，将我明媒正娶。那我还真要恭喜你了。同为女人，我其实很同情你。燕州亲口说过，她从未爱过你。的确，我的脸皮也没有你厚。若我是你爹娘，定会以生出你这种女儿为耻。你竟敢如此羞辱我！我从未见过一个外室竟敢在原配面前如此嚣张。这一盘是你欠我的。那300两银子究竟被你花到哪里去了？糟了，当初为了讨秀娘欢心，我将银子全拿去替她置办宅院和家具了。没想到这个老东西会在此时查账，这该如何应？还能花到哪里？定是全花在秀娘身上了。爹也真是的，一把年纪还给我添乱。怎么都不说话了？300两银子，再加上你经营铺子这些年赚的钱，拿出银子给燕州打办婚宴，应当绰绰有余吧？够了，娘，爹年纪这么大了，自己的银子想如何支配便如何支配，你自己不肯出钱，为何还要逼问他？这便是我和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，从小到大，裴德昌对他不管不问，衣食住行、读书赶考，全由我一人操持。到头来，他竟帮着这个无情无义的爹一同欺瞒、算计我，我这一生的心血全都白费了。你倒是孝顺，处处替你爹说话。好，既然你如此护着他，那补办婚宴的银子，你们自己想办法，我一文都不会出。娘，你。婉柔，燕州，我不过说了几句感谢林姐姐成全我们的话，她便动手打我。林婉堂，立刻向婉柔赔罪。林婉堂，婉柔心思单纯，什么都不懂，你为何要欺负她？你如此慧眼，何必躲在这里唱戏？不如我命人在院中搭一座戏台，再请满城百姓前来，好好看看你这出大戏。你，燕州，林婉和，向婉柔赔罪。不可能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赔不赔罪？我也再说一遍，不可能。那便休怪我动手。你敢！娘，你又打我！你敢打婉堂，我便打你。究竟谁才是你的亲生儿子？我已认婉堂为义女，从今日起，她便是我的亲生女儿。胡闹！娘，你疯了吗？你竟然认一个与你毫无血缘，甚至还是我前妻的女人为女儿！依我看，真正疯了的人是你。娘，爹，你快说句话！够了！刘神威，此事我绝不……我打了他，却没打你，你心里不痛快是不是？
我说自己一生光明磊落，怎会生出裴彦州这个负心薄幸的逆子？原来全是随了你。柳神梅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个家终究由我做主，宅院也是我的。你若不同意，就给我滚出家！这对父子还惦记着官府那笔补偿银，此时自然不敢与娘彻底翻脸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不管了！爹，没关系的，燕州，娘如今还不了解我，一时无法接受我也无妨。待我们成亲后，我定会尽心尽力孝敬她。时日一久，爹自然会对我改观。婉柔，委屈你了。林婉堂，你看看婉柔，这便是你与她之间的差距。我的确比不上她，她本事大得很，一下便让你得了个大胖儿子。你替别人养了7年孩子，还在这里沾沾自喜。若论本事，还是林姐姐更厉害。明明已经与燕州和离，却依旧能住在裴家。既然娘认你做了义女，按照辈分，我也该唤你一声姐姐。姐姐，既然往后都是一家人，那下个月我与燕州的婚宴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好啊，你们成婚当日，我自然会到场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送上一份大礼，恭贺你们新婚之喜。林婉堂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我告诉你，你若敢破坏我与婉柔的婚宴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你我夫妻10余年，即便没有夫妻情分，也该有几分亲情。我自然比任何人都希望你过得好。你最好如此。裴彦州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如今婉堂是我的女儿，她愿意送你婚宴贺礼，你无论如何都该道一声谢。娘，你居然来真的！今日我把话放在这里，你若不向婉堂道谢，便不是我的儿子，你的婚宴我也不会去。娘，道谢。多谢。不必客气，等到婚宴当日看见我的礼物，一定会万分惊喜。婉柔，既然娘不欢迎我们走。娘，还是您厉害。哼，他们父子还想同我斗，嫩了些。气死我了！我迟早要与那个老东西和离，疼死我了！爹，我才疼呢！娘当真是疯了，竟被林婉堂那个女人迷了心智。燕德州，你再忍一忍，待官府的补偿银发下来，我定不会让他们好过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柳神威又动手打你们了？秀娘，你是不知道，他实在太过分了，我迟早要与他和离。就是，爹，到时我带着婉柔和安儿同你们一起过日子，为你们二老养老送终，咱们再也不受他的气。秀娘，下个月我与婉柔的婚宴，你一定要来。我去合适吗？万一被认出来怎么办？不会，婚宴上宾客众多，我娘在渭水人生地不熟，怎么可能认得你？好，到时我一定前去，再送你们一份厚厚的贺礼。还是秀娘待我好。婉堂，你说这座宅院竟是燕州拿我的银子替苏家修建的？不错，起初我也不敢相信，后来苏婉柔亲口告诉我，这座宅院就是裴彦侯出银子替苏家修建的。我这一生只有裴彦侯一个儿子，他自幼便是我一手拉扯大，掰成2瓣花，我恨不得想将一文银子全都运用在他身上，到头来他不曾孝敬我分毫，反倒拿我的钱替外人修宅院，孝敬别人的爹娘。亲家母，哎呦，您便是亲家母吧？瞧这个通气派，一看便与我们乡下人不同，定是燕州的亲娘。你们便是婉柔的爹娘？正是。你瞧这2个孩子，成婚7年，孩子都那么大了，如今才想起补办婚宴，当真是想一出是一出。亲家母也是，来之前怎不派人知会一声，我也好命人去村口迎接。若是走错了路，倒成了我们失礼。不必，你们家很好找，整个渭水就属这座来院最气派，想走错都难。燕州这孩子孝顺，我与婉柔他爹没有儿子，早将他当成亲儿子。他不仅没要我们准备嫁妆，还出银子替我们修了这座大宅，10里8乡，谁不羡慕我们？是吗？他还真是孝顺，特意从我这里拿走2000两，替你们修宅院。娘，你来了。儿子补办婚宴，你这个当娘的怎能今日才来？若早些到，还能帮亲家操持一二。你倒是来得早，你替亲家做了什么？我常年不劳作，能做什么？来者是客，哪里能让亲家公、亲家母动手？正是，这里交给我们便好。爹娘，今日是我的大喜之日，这么多乡亲都看着，你们就别争了。娘，你与婉堂先坐着歇息，
我和婉柔爹还要去迎客，稍后再来陪你。二位瞧着面生，是新郎那边的亲招吧？我是裴彦州的亲娘。亲娘怎么坐在这里？不该坐上席吗？上席？好一个亲生儿子！亲娘不能坐上席，反倒让那个女人坐了上去。婚宴还未正式开始，你着什么急？待会儿新郎定会亲自来请他娘坐上席。娘，你们家燕州可是渭水难得一见的好女士。是啊，苏家只有婉柔一个女儿，先前还担心招不到好夫婿，没想到燕州为了娶婉柔，竟连嫁妆都不要。你们做爹娘的倒也想得开，你懂什么？大户人家自然比咱们开明。燕州对岳父岳母如此孝顺，对自己爹娘还能差了？能教出这么好的儿子，亲家母定然也不是寻常人物。我的亲生儿子离家7年，从未往家中送过1文钱。非但如此，还算计亲娘的银子，拿来孝敬岳父岳母。万堂，他既然如此喜欢装孝子，我今日便让所有人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娘，我陪你一起。娘，我有苦于婉柔，该向您敬茶了。娘，今日毕竟是我的大喜之日，即便你再不情愿，我们终究是一家人。这里有你什么事？我可是特意为你们送贺礼来的，你确定要用这种口气同我说话？让他随我一同过去。请。爹娘，请喝茶。好。娘，请喝茶。娘，燕州与婉柔这对有情人是咱们亲眼看着走到今日的，趁着这个大喜日子，当着全村父老的面，让他们和双方爹娘说几句话，大家说好不好？燕州，你如今娶了婉柔，便当着大家的面发个誓，往后如何孝敬岳父岳母，又如何与家人和睦过日子。今日是我与婉柔的大喜之日，我最感谢的人便是婉柔。这7年来，她对我体贴入微，我也一直将岳父岳母视作亲生爹娘。往后我定会好好孝敬双方长辈，与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燕州是咱们渭水出了名的好女婿，能教出这般出众的儿子，他的爹娘自然功不可没。不如请燕州的母亲也上来说几句。好啊，那便由我来说几句。娘向来不喜欢婉柔，若真让她当众开口，还不知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。娘，要不还是让爹替您说几句吧。你自幼便是我一手拉扯长大，如今你补办婚宴，我这个亲娘连说几句话都不准。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嫌我这个亲娘给你丢人？不是，今日是你的大喜之日，你又是娘唯一的亲生儿子，娘再如何还能害你不成？他说的倒也没错，娘即便再不满意婉柔，难道还能毁了我这个亲儿子的婚宴？娘，我哪里是嫌弃您，我只是担心您在渭水人生地不熟，面对这么多宾客紧张。这便是我含辛茹苦养大的亲生儿子，这么多年我算是白养他了。诸位乡亲，今日这桩大喜事背后还藏着另一桩喜事，直到今日才终于得见天幕。我今日千里迢迢赶来，不只是为了沾一沾儿子的喜气，更要趁着他与心腹喜结良缘之日，让我这个好儿子看清一个真相。听这语气，燕州他妈似乎不满意这门亲事啊。莫不是藏着什么隐情？说不准。听闻燕州与婉柔成婚多年，一直未有生育。燕州，你娘这是什么意思？裴燕州，还不快让你娘住口！娘，你胡说什么？让开！我的话还没说完。娘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非要彻底毁了我的婚宴，你才甘心吗？急什么？你娘还没把话说完呢。万堂，
你不是为燕州准备了一份大礼吗？现在便送给他吧。好，娘。裴彦州，这上面的东西对你至关重要，你可要好好看看，我送你的究竟是不是一份大礼。林婉堂，你又在玩什么把戏？燕青文书，你给我这个做什么？裴彦州，你欺瞒我7年，我倒要看看，待你知道真相后。这是什么？你与安儿的燕青文书，上面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？什么东西？究竟是什么？假的！这一定是假的！林婉堂，一定是你伪造了文书！你为了阻止我与燕州补办婚宴，竟连燕青文书都敢伪造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究竟是真是假，你心里最清楚，不是吗？莫非他们用求子秘术得来的孩子，并非燕州亲生？我跟今日乡亲们说几句，这7年来，我儿子一直瞒着我们，不仅倒贴银子入赘苏家，我这个做娘的无法再睁上一只眼闭一只视。娘，你快住口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非要让我颜面尽失吗？陆慎微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难道你非要毁了亲儿子的婚宴不可？不错。哼。娘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当初你与婉堂去医馆诊脉，大夫便说过，你天生有疾，此生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。不可能，安儿明明是我的亲生儿子。我也不愿相信，所以前些时日，我特意让医馆有名的名医取血验亲，验亲结果你也看到了，安儿根本不是你的亲生骨肉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燕州已经亲眼看过验亲文书，他最清楚。当初去医馆实行求子秘术时，你是不是暗中动了手脚？燕州，你要相信我，当初是我们一同去医馆求子的，安儿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孩子？说你还不相信，大可去医馆重新诊脉，再验一次，看看你的身体究竟有没有问题。你闭嘴！燕州，简直丢尽了我们渭水的脸。就是，实在太丢人了。咱们渭水乡亲一向本分，哪里做得出勾引有妇之夫、破坏别人家庭的缺德事儿？老苏，你们究竟是怎么教的女儿？是你，都是你！你毁了我的幸福，毁了我的婚宴，我恨你！你的幸福本就是从婉堂手上偷来的，你破坏他的家庭，甚至还屡次挑衅他，这些事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不是这样的。原来被母亲护着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你将抢走别人的丈夫当做自己的本事，却没想到，到头来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你们走，我们苏家不欢迎你们。你们苏家？这座宅院是燕州从我手中骗走银子，替你们修建的。说到底，你们苏家就是骗婚，用别人的骨肉冒充燕州的孩子，骗他拿银子养了整整7年。我不过是个局外人，也想说句公道话。纵使苏家骗婚，你们的做法未免也太过分了。既然早已知道真相，大可私下说明，为何偏要在大喜之日当众让自己的亲生儿子难堪？秀娘说的对，你做事实在太不留情面了。你凭什么推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插手我的家事？我只推了你一下，已经算轻的。你还讲不讲道理？我不过说了一句公道话。想说公道话是吧？那便随我去告官，让知州大人评评理，看看到底是谁对谁错。出殡！今日我便让你看看，什么才叫不讲道理。怎么，你也要替一个外人说话？不是，我是想问，方才那盘菜如此滚烫，可曾伤到你的手？婉堂，我们走。好娘。
燕州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竟敢打我！问你，安儿究竟是谁的骨肉？大夫，结果如何？裴公子天生患有隐疾，此生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。我已经去医馆问过了，大夫说我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。孩子是谁的？告诉我，安儿究竟是谁的？叶舟，先别激动，安儿都叫了你这么多年的爹，除了你，还能是谁的孩子？说不准是医馆的大夫诊错了。对，一定是大夫弄错了。燕州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好，你们不肯说实话是吧？我现在就带安儿去滴血验亲。孩子已经睡下了，你别去惊扰他。就是，有什么事明日再说。再问最后一遍，安儿究竟是谁的骨肉？我全都说。我们成婚不久后，他想要一个孩子，我便趁着我们去医馆求子，让大夫暗中换了他的主。骗子！骗子！裴彦州，分明是你自己无能生不出孩子，凭什么怪婉柔？你若要怪，便怪你自己。好，我如今总算看清你们的真面目了。这些年来，我花在你们身上的所有银子，你们一文不少的全给我还回来！凭什么？那些银子都是你自愿给我们的，哪有再讨回去的道理？没错，天底下没有这样的规矩。我跟你们拼了！还敢在我们苏家撒野！燕州，说到底，安儿已经叫了你7年多，要不然你便认下他吧。反正你这辈子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，日后正好让安儿替你养老送终。滚！有事？林婉彤，我问你，苏婉柔欺骗我，让我替别人养了7年儿子的事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？我难道能未卜先知，算到你背着我做出那些龌龊事？还是你觉得我需要日日盯着你，替你验明正身外面的你，看他生的孩子是不是你的？裴彦州，从今往后，你与苏家再无关系，不要再来纠缠我和安儿。苏婉柔，你一定不会好过。我最后悔的，便是没有早些将你的银子全都哄到手。不得好过，你停妻再学的丑事已闹得人尽皆知，你还是先想想怎么保住自己的帽子吧。柳妹子，我方才从集市回来，瞧见新到水果十分新鲜，特意送来给你尝尝。周大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带这么多东西，快进来。对了，我听街坊说你近来腰疼，特意托人买了西域药膏，贴上很快便能见效。周大哥，你买这么多贵重东西做什么？我不能收，你赶紧拿回去。这有什么？不值几两银子，不过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不成，心意我领了，可东西绝不能收。无缘无故收你如此重礼，算怎么回事？你若不拿走，我以后可不敢同你说话了。柳妹子，这些果子拿回去也会坏，你便留下吧。我最多留下2贴药膏，其余东西你必须带走。下次不许再这样破费，否则我当真要生气了。好好好，都听你的，你忙吧，我先走了。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娘，我可看明白了，周大叔哪里是来送谢礼的，分明是冲着你来的。他为人细心实诚，对你又如此上心，依我看，娘的第2段姻缘当真要来了。你这孩子胡说什么？大家只是住在一条街上的老邻居，彼此客气罢了。我可没胡说，他连你腰疼都记在心里，分明是真心疼你，多难得啊！裴彦州欺骗我12年，
承诺过的宅院与安稳日子，全都是空话。如今已经合理，我终究是在寄人篱下。娘，怎么了？晚堂，这个拿好。娘，这是……傻孩子，娘知道，你嫁给燕州这么多年，最大的心愿便是有一座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宅院。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给不了你的，娘给你。不行，娘，绝对不行！这是你的补偿，也是你后半辈子的养老钱，我怎能收下这座宅院？有何不能？这些年燕州常年不在家，我与他爹生病时，哪次不是你端茶送药，日夜照料？往后，这便是你的家，再也无人能让你受委屈，更无人能将你赶出去。娘，谢谢你。我爹娘走得早，从来没有人这样为我着想过。不哭了，好孩子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我的亲女儿。谢谢娘，今后我为您养老送终，咱们母女二人好好过日子。